知道吗？在孩子们手中飞舞的扯铃，不只是游戏，更是一项充满文化与动感的民俗运动。学姐，为什么我这个动作转不过去？那你做一次给我看。为什么我转不过去？我做一次给你看。你注意看，我等一下后面会是右手先转过来。这边你看我是右手先哦，右手，然后再左手，然后继续做刚刚前面的风火轮 ，OK 吗？你试一次。从小培养，从乐趣出发，扯铃让孩子们在欢笑中学会专注、耐心与坚持，更透过团体练习学会合作与互助。对，就是这样。你看，你转过去啊。学姐，为什么这个动作都抛不好啊？你看我做一次，注意我左手的地方，我会往前面这样伸，就是不会太高。好，我再试一次。哇，真的成功了！别小看这看似简单的铃与绳，它融合了身体协调、节奏掌握与创意思维。每一个动作，每一种花式，都是孩子努力练习的结晶。我现在练扯铃已经8年的时间了，然后我觉得扯铃可以让我提升专注力，然后还有一些心理素质，然后也可以获得很多上台表演啊，或者是练习团队合作的机会。那它带给我的乐趣就是，因为在练习过程中可以得到很多成就感，所以会让我想要继续练下去。我玩扯铃已经4年了，然后我觉得我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培养了自己的自信心，还有耐心，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它可以让我挑战自己的极限，然后超越自我。我练扯铃已经3年了，我觉得练扯铃可以让我提升专注力与耐心，也可以培养团队精神，同时享受扯铃技巧进步的成就感与表演的乐趣。学姐，你还在扯啊？对啊。走啊，让我去郭小杯扯给你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您在今天透过台亚卫星的现场直播，一起来欣赏的是114年度的全国国小杯扯铃锦标赛。那在今天赛事开始之前，场边的转播工作是由蔡博宇、以芝麻邀请到的是郑子怡郑老师来跟各位一起欣赏今天的赛事。老师你好，早安早安，各位现场还有以及线上观赛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早安。好，在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了台北市的雨农国小，哇，现场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没错，从进校门哦，哇，就到处都塞满了，整个校园都是他们热身的身影。对，哇，整个学校啊，到处都看得到扯铃了。来看到现在画面上，哇，在这个中庭也塞得满满满了。没错，我们这个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比赛场域，让小朋友来比。那整个校园的4周呢，小朋友都可以运用来做热身活动。对，但是如果小朋友在距离比较近的位置，可能还是要小心了。对对对，毕竟扯铃有可能，你会突然这个脱绳，对，飞来飞去了。我刚进来也闪了好几个扯铃。真的哦，身手矫健的人就不怕了。对。然后今天也看到真的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然后我们从早上的赛程准备要来正式开始，在早上是由个人绕脚竞速的赛程先开始。是。那以这个个人绕脚竞速来说，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算是比较一个基础，也比较好上手了。
对，其实绕脚这个动作并不基础，因为它等于是你要把这个铃控制在你的线里面。是。那大家知道，如果你手感不好，或者是力道拿捏不对，扯铃会飞出去嘛，就像你可能刚刚差点被 K 到一样。对，所以其实来到这边算是入门的比赛，但是难度也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在这一个赛事当中，对于选手来说，他还会有时间上的压力。没错，因为我们只有1分钟的限时。对，在1分钟之内要尽量做更多组的绕脚，做的越多越好。但是你看哦，他1分钟这样子进去完之后，他到后来手一定会是非常僵硬，是同一个动作一直盯着这样子。好，率先上场，我们今天看到是场地6的赛事。上场的是博爱国小的茶良姐。是。好，正式开始。累了哦，对，一定会累的。而且你看哦，他现在，因为他为了把速度冲得非常的快，他几乎左边不出力，他左边固定住，用右手去压。但是这个小朋友，因为他动作其实还算标准，有的人会因为要加速之后，他的整个绕脚会着急，是对，就为了快速，可他还好。那也要看他在一些节奏上面的改变了，对，因为毕竟真的会累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扯铃的选择哦，通常在这个绕脚竞速的选择里面呢，我们会选择越轻越好，里面没有陪铃、定轴，里面什么多余的零件都没有，因为铃最轻，铃最轻完的时候，他绕的速度也快。那这个小朋友他的选择是3陪铃，是3陪铃，他速度一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沉重感，他就会比较辛苦，重量会稍微比定轴了还要再重。对，因为三陪铃是 meant to 花式，对，竞速的话就看选手的习惯啦。其实。112下，2号112下，3号91下。现在各场地。4号112下，5号113下，6号。看不清楚，应该是172，102下，172也太多了。1分钟里面，基本上他1秒最少要绕2下，最少。对。刚刚写的有点没有到那么清楚。对，尤其白板它又会反光，它会反光啊。哦，你看这个我们场地这个小朋友，他的铃就跟刚刚不一样了。他这就是选择没有陪铃，铃也小的，完全没有重，就是重量最轻的啦，以轻量化为主。是。裁判部分，选手部分。好，比赛准备开始，这是桃园南坎国小的许恩凯。裁判部分。选手预备，那选手基本上都还是会带一组的预备铃了。对对，之前比赛就有，因为他到一半，因为线的断裂是不预期的，对，所以他可能1分钟一断，他就没办法比了。他把幅度拉得很小，而且你看哦，他的姿势已经不是就是绕脚的姿势喽，他根本是直立铃喽。对，他是用大腿当他的直立铃的位置。而且你看他整个轴心旋转。所以跟其他人相比，他的幅度就会来得更小。对，而且你看他身体往前倾了，而且其实在做绕脚的时候，身体有在移动呢，是比较不会酸的。你固定在同一个地点，身体的那个疲惫感是很大的。是。那你看他持续旋转，就像直立铃嘛，在运直立铃的时候，人是要一直旋转的。对，跟绕脚的他是蛮厉害的哦。绕脚里面好像头夹波的感觉。对，可是这也是不是一般人都吃得到这一步的，他也是蛮厉害的小朋友。你要做还没有那么好做。你看哦，他现在打结了，对，他刚应该就直接拿内腹预备的，不然他前面耗时太多。好，这边喷出去，那现在这个结也来不及打开了。这个就是失误处理哦。好，现在各场地的分数。
是比没水嘛？看起来对，比好像有点没水。他旁边还可能希望赶快把它处理一下。3号82下，4号105下，5号136下。对，没水了，看赶快换一支笔啊！你看这个小朋友来比赛的年纪都非常的小，低年级这一组的。低年级就是1、2年级了，都小小一支的。对。那现在在参与扯铃这一项运动的小朋友，还是人数非常的多。对，因为它是很多的，比如说课后社团啊，或者是体育课啊，都一定会带到的一个项目。对，这个运动跟其他运动来说，其实它的可能受伤的风险来说不会到那么的大。那对小朋友来说，也有一些挑战的乐趣。对，确实，因为没有那么简单了。对，而且它占地空间也不大嘛。有的时候学校如果雨天备案，没有那么多空地的话，在走廊也是可以稍微操作一下。那个其他运动必须要到户外去了，那个下雨就没有办法实行。是。好，这是基隆深美国小的周敬浩。它的绕脚就是比较这种中规中矩。对，没错，它就是经典的绕法，在任何甲类呢，或者是学习的小朋友，你都看得出来，大家都是这样子绕的。但是他现在因为是参加竞速组，他的线没有依照竞速缩短，所以他的速度就会比较慢，因为太长了。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的失误处理蛮好的，因为有的小朋友失误掉了会刹住。先刹住，但是他没有，他就是掉了，捡起来，稳稳的再继续做，是训练蛮扎实的一个小朋友哦。好，1分钟的时间其实很快啊。我相信他下次一定会越来越好。1号85下，2号132下，3号98下，4号89下，5号122下。6号72下，选手请入场。现在是低年级了，后面还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看到他的成长。对，他可能中年级来就整个蜕变。对，大会就请所有参加竞速赛的选手在完赛后，完赛在你们请从我们左手边方向这个楼梯间离开会场。从这边所有竞技赛的请在。因为扯铃真的需要蛮长的时间了，他需要不断的去练习，而且也需要很多的经验。对，而且学会扯铃这个动作，然后到能够比赛的手感是一大截的，对，差的非常的多的。对，而且以近代的扯铃赛事来说，其实它的动作是越来越多，花式难度对，越来越难了。没错，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扯铃跟过去20年看到的扯铃完全不一样。没错，以前的大动作在现在好像变成基本了，现在都甚至不会拿出来用，是有点过时了。对。好，这是北投立农国小的杨晨宇，他做了一个选择哦。你看，他为了快速绕脚，他把这个经典的一般的持棍手法，他拿的是往下压的。他这个动作就变成他专门为了绕脚来做这个拿棍方式。是，对，这样子就会担心小朋友会不会习惯的，对，然后可能身体会歪斜或者是干嘛。但是也就是看他啦，看他们的训练方式。对，如果他不同的棍子的握法都有在做的话，那就可能对他后面的影响不会这么大。那有时候可能就是怕说有这个肌肉记忆在。没错，没错。裁判请2分。1号98下，2号55下，3号142下。4号142下，哇！现在看到大概大部分的选手差不多都是在100下的上下，100到120之间，对。更好一点的选手会到130、140。没错，这真的就冲上去了。
可以到140的，真的就是速度快又没失误。是，对，因为基本上有一次的失误之后，时间大概就会耗个5到10秒去对了。你冲去冲来，对。那今天在雨农国小这边也现场有非常非常多的家长，一起来共襄盛举。没错，一个小朋友比赛可能会有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一起来看，还有哥哥姐姐。对对对，刚好这2天都是假日啊，所以这是一个亲子活动的一个好活动，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好，接下来是杨艺婷。哇，你看他这很快哦。他的握法也改变，他的线也缩短，所以他这个你看哦，他的线基本上跟他大腿差不多长。是，他算是，我觉得他有在拼的哦，这个。线很短哎。对，而且线短一定要厉害的人才有办法线短。而且他的空间很小。对，他蛮厉害，他的零都没有歪，就是还是水平的，没有变成直立的这样子，他还是有在控制自己的姿势。杨艺婷，她是来自维视趣势能教学，维趣体适能教学工坊，是，它是外面的这种扯铃的单位，对，就跟前面我们看到都是学校单位不一样。是，有的小朋友如果学校自己没有校队，那他也可以去外面找这些兴趣班，那兴趣班的老师通常也是很厉害的老师，对。1分钟结束，来看一下他的成绩如何。期待哦。1号100下，2号100下，3号17。而且他完全没掉，对不对？哇，你看他142下。刚刚我们上一个记录不知道多少应该140。哇，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艺婷。看一下他等一下最后的名次。低年级的赛事要继续来进行，待会中年级跟高年级也都会接着陆续来上场。是，中年级、高年级参赛人数就更多了。而且他们中年级、高年级真的是拼下去的这个火力一定不一样。但是因为这次比赛的这个规划动线很明确，所以你看很流畅的一组一组。对，基本上赛事衔接上面不会拖到时间。对。好，接下来这是淡水的水源国小陈博瑞。他的节奏就比较慢一点。对，其实博瑞的姿势其实也正常啦，就是正常小朋友练习的姿势，但是就是线长。他可能经过这次比赛的观摩之后，他可以跟教练老师讨论之后线缩短。如果他还是要在这个项目里面的话，是，他常常你看哦，他常常会掉跟漏接的原因，都是因为他的棍子握得太前面。他棍子握得很前面的时候，他找不到那个对的那个轴距，是，所以他很容易会漏接。他应该握在后面的泡棉的地方。他已经几乎握到这个棍头了。好，1分钟的时间到。1号117下，2号90下，3号8下，4号109下。那今年看到这一次的国小杯参赛人数加起来加总参赛的人数应该是超过1000人以上。对，希望说，在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小朋友，没错，继续投入。对，而且呢，像这个国小杯呢，其实有更多的人想要来报名，但是没办法，因为那些南部的不是每一个学校都有经费可以让他们上台北来比赛哦。对，
裁判预备，选手预备。好，南港东兴国小的刘仲轩。手稍微有点酸了，所以节奏整个放慢下来。对，这种都是因为培林的关系。培林它速度一起来了，承重感就出来了，这样子。对，所以如果要比竞速赛的建议都是不要用培林，就应该用定轴。然后花式比赛的才用培林这样子。所以确实有一些美感在里面。是，因为以绕角的比赛，它接触时间不会那么长啊，所以你培林的这种提速反而会对你的自己手臂去造成负担。没错，没错。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就是因为小朋友他还是小朋友，他肌肉还没有那么有力的时候，任何一个扯铃在他身上看起来都有很大的负担，他们太瘦小了。裁判请亮分。1号45下，2号130。因为低年级的选手真的个子都特别娇小，很可爱。差不多都是120、130公分了。对，所以你看呢，就是其实这种扯铃的器材厂商呢，他们出的棍子长度差不多就是30公分、32跟35。那这同样的3个棍子的规格，给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甚至是大人在用。那在小朋友的时候就会稍微吃力一点点这样子。对。那看起来低年级应该剩下最后的2个选手在其他场地来进行。那低年级的赛事结束之后，待会就是到中年级。哇，这一次中年级总共有127个选手来参加这一次的绕角竞速，不简单，不简单，人数真的非常多。而且到中年级啊，这个有一些选手他的身材已经都完全不一样了。没错，是。待会也可以来期待一下他们的绕角竞速表现如何。好，那请观众朋友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中年级的个人绕角竞速赛。1号90下，2号107下，3号100下，4号116下。选手请退场。下一组选手请上场。选手请朝后。大家报告是中年级绕角竞速赛51号以后的选手，现在回到准备数据。1
预备，选手预备。裁判请量分。1号151下，2号50下，选手请退场。1年级组的赛事之后，现在现场准备要接着来进行的是中年级的赛事。刚刚低年级我们这边有看到有高到140，甚至有到150的。是，那个好，首位看到的选手是思贤国小的吴俊廷。这速度也很快。对，而且这种越快的这种选手，一定要专业的老师才数得出来，一般人根本3下之后他眼睛就花了。对，所以能够来当这个数这种快速的裁判，他其实是第一个，他技术要很好，灵感要很好，这样。速度稍微有一点点的慢下来，对比起他一开始的光速，一开始冲太快了，对。然后最后冲刺，对，你看他的铃几乎不会飞出去，因为他的手已经基本上交叉了，他的线已经交叉了，所以根本就不会飞出去，就是更厉害的小朋友这样子。好，1分钟的时间到。看到好像很开心，对，哇，难怪那么开心，真的。其他人听到他这个数字的唱名，不知道会有点紧张，这个太厉害了，哇，对吧？你看，真的，哇，怎么有201，超过200下了，哇，真的，哦。
不过他拿到170下还是很开心啊，对，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成绩了。等于1秒钟就快要3下了。以他刚刚那个反应，可能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在测试当中最好的成绩了。是。好，内湖的立湖国小蔡雅妮，铃稍微有点歪掉。对。拉不回来。对，而且其实他往前倾的时候是蛮难拉回来的，除非你要就是愿意放弃3秒，直接把它重新控正再开始这样子。对。这样子的话，节奏就快不了了。对，完全没办法了。他现在就是因为顺着铃走嘛，铃才不会歪，不会掉。可是他这样子就可能在这个竞速这边就比较不吃香。因为他现在也怕说，这铃随时有可能要飞出去了。好，来到中年级，我们就看到这个成绩不断的在往上提升。是。170、180，甚至200下都陆陆续续出来了。对。跟我们刚刚低年级最好的150、140、150，对不对？就有一些差距在啊。好，来自彰化陕西国小的李科文，哇，从彰化来到台北参赛。是。其实他像他在绕脚的时候，他的后脚会这样一直不停的点动。如果他有在点动的话，其实上下半身的协调会比较轻松，他不会过于僵硬，只是速度不会最快。对，但是他这样子其实是他的下半身在帮他上半身卸力，他才不会肩膀很紧。对对对。因为对很多小朋友来说，你光是要把这个弓箭步踩出来，维持1分钟，其实就有点累，对，就没力了。甚至还要在这弓箭步同时，我还要不断的去做这个绕脚的车铃呢。对对对。好，李科文最后1分钟的绕脚是141下。好，新庄思贤国小的江继诺，因为场上有状况了，比赛暂停。如果在这种比赛暂停的情况下，可能是有某一个组别他的选手没有依照大会铃声就先启动，可能就要重新开始。这就跟我们看这个什么田径、短跑这些项目一样，对对对，偷跑那就是重来。是。已经转到他的预备铃上面了。
些它有一个它的那个多余的线都绑在棍子后面，对，其实是希望把它希望把它剪掉，因为不小心缠到的话，那你就这整组的器材就泡汤了，你就不能用了，还是要剪掉比较保险。对。看它那些多余的线，其实出来数量还蛮多的。对，有可能是那是他平常用的棍子，然后专门比绕脚的时候，他就把它缩短。把它缩短。对。哦，那江继诺的分数是140下。今天真的很多家长啊，都在看台上面来帮自己的小朋友加油。对，结束之后应该可以带他们去吃个好吃的。一定要的，一定要的，思乐冰也喝一下，好热啊！这几天在台北这边的天气又真的蛮不错的。但是蛮热的吧？对，不过比下雨应该好。哦，对，对家长们来说好一点。没错，没错。好，现在是25到30号的小朋友要上场。台北万华区福兴国小的林品欣，现在看起来是裁判组中间那个分数有一个小小的状况，所以稍微有一点比赛停止哦。好，所以选手上来之后都很紧绷哦。他心里一定想说：“哎呦，赶快开始吧！”上来之后都蛮紧绷了，要他休息，他也不敢真的休息，也休息不了。对对。然后后面的小男生就蛮糗的，他就坐下了。对对对。分数上面是有一些状况。对，也可能是分数，也可能是在名单的比对，也有可能，因为上一组已经结束了嘛。对对，因为毕竟这一次参赛人数相当多哦。对，尤其你看2楼的看台，2楼的看台已经不能呼吸了。对，这个应该是密度做到极致了。那今天上午我将会都是进行这个竞速赛的赛程，在待会还有这个抛绳跳绳，那以及双人赛事。双人赛除了选手自己本身的能力之外，还要考验的就是默契了。没错，没错。而且如果真的不小心发生失误的时候，2个人的危机处理有没有共同的危机反应？这也很重要，不会一个往东一个往西这样子。有时候国小这种小朋友很容易吵架，或者是有一个不理解的点，他可能就要懂这样，好，现在问题排除，比赛准备要来继续。我看林品欣他的线也是完全的交叉。它交叉，但是线又长。对，交叉线长就像它那样子可能会发生的，因为你看
他的左手完全交叉过去，有一段线是完全没有用到的。对，那段线可能就会妨碍到，如果 somehow 他没有他的角度不对，好，所以现在失误的次数稍微比较多一点。是，其实如果他线缩短的话，他就不会斜的那么快。对，他的线可能有一点长，但是到了中年级以上的小朋友很难说哦，因为他扯铃有他自己的手感了。你要改他的线长，他也不愿意，因为他整个手感就不对。他自己的脸都讨厌。这又是拿到了99下，好可爱哦！因为看台上面应该其他的这个朋友啊，还有家长都在看他。对啊，相信这绝对不是他最好的表现。对，平常都是可以到160、170。一定，对。我老师应该有遇过有些选手，他就是可能是这种大赛上面发挥特别出色，那有些选手他就是练习的时候特别出色，练习型的哦，有，而且有的小朋友他享受这个比赛的环境哦，他反而做得很好，有些有大赛型，有些就是遇到大赛特别紧张，是发挥更容易失常，对。然后接下来是博爱国小的罗延轩。他也是长线，然后比较中规中矩的绕法。对，没错。哦，2个铃都飞走了。1分钟的时间到。最后他的分数是来到80下，哇，隔壁有到210下，哇！今天到目前为止看到了最高的一个数字，对，210。好，淡水新人国小的于炳轩接着上场。于炳轩的节奏也还蛮不错的。对，他其实身体素质蛮好的，你看得出来。那因为他的线不是说到最短的，所以他其实在这种长度的线已经算是蛮极致的。而且他后脚放力也放得蛮好的哦。你看他用的铃就是最轻的这种，完全没有陪铃的这种，对，最轻量化的，可以减轻他手部很多的负担。好，1分钟的时间到。数字也还不错，142下。
142差不多，它在这个线的长度对是确实这样子是算是符合的，如果再短一点的话，成绩上可能绝对会超越，有一些突破。是。好，今年114年的全国国小杯扯铃锦标赛，在这一个星期啊，5月17号、18号2天6日的赛程。那观众朋友如果对扯铃运动有兴趣了，其实也可以来到云农国小这边，来跟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只不过看台上面可能会有点挤，就是了。没错。如果觉得这太挤了的话，可以透过线上的 YouTube， 在 HOP Sport 还有动资 Sport 上面都可以轻松的来观赏到。那再加上还有郑老师非常精彩的讲评，也是要谢谢我们所有选手精彩的参赛表现了，对。对好，接着登场的是信义博爱国小的张家瑞。哇，这就是我们常常不希望小朋友做的事情哦，就是用线去捞那个铃是不希望的，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有赔铃就有正反面，是他只要一捞错，他后面他也没办法，所以宁愿用手重新启动。还是用手把铃拿起来，我们重新启动会比较好。是，它方位就一定是正确的。对。好，到场外啊，把这个铃再给捡回来。都没有时间回到红线内啊，赶快在红线上就赶快开始。对。哇，这个铃也飞得很远了。看他到处捡，这是在考验导播的功力。你这边都已经完全到场外，都快到裁判席去了。对，好可爱哦，他真的很可爱。看，其实他就是那种你知道 happy player， 他就是享受型玩家。好，看了一下成绩，不留恋我就走了。但是不得不说，刚刚虽然他失误很多，但他失误处理都很好。他有的会 get frustrated， 他一掉他就不扯了，他会气，他会烦。可是他的表现不好，刚刚好，稳稳的。好，接下来要继续登场，清江国小的洪佑君。好，很稳。对，稳扎稳打型。你看他的弓步也做得那么扎实，这就是每一个老师要求的不一样。你看他就是老师有讲过，他必须弄过来对的方位再开始。就用手拿，我们确保位置。对。其实他这种绕法算是左手放松型。他这种左手完全放松的时候，他绕脚的过程，他的铃会沉得很低，他速度就比较难拉起来。最后是拿到了93下。中年级的选手现在才进行差不多刚到一半左右。是。总共127位选手来参加。
好，台中东兴国小的罗正宏。其实绕脚难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它每绕一下，它就会加速，它的零就会加速。那扯铃加速到某一个速度的时候，你的手的摩擦力没办法超过零的转速的时候，你很难再继续绕。是，所以你看，像它这个零，就是它已经高速了，零已经高速了，它手很难再压了。对，所以它没办法控制，它就必须要缓一下。这边它一段时间，它就必须要重新调整一下速度。好，节奏也稍微降下来了。是。好，1分钟的时间到。最后的分数是134下。这次也看到，真的在1分钟的时间里面，其实很多选手他可能到半分钟左右，他的那个疲劳的程度、疲劳感就已经出现了。对，就没力了这样子。前面可能冲得很快啊，到中间开始就慢慢的降速了。对。好，文山立行国小的林敬凯。有的像这种选手，你看哦，他的姿势就不是竞速赛的姿势，他这种就是可能他只是要上来练胆量，他未来是要参加个人花式赛的，因为通常参加花式赛，你的身体必须要端正，或者是你必须要有一定的台上的一个样貌，所以不会想要练这种竞速的，让他身体可能有一点歪斜这样子。那竞速有时候就是速度为上。所以对，姿势可能就不一定像我们一般看到，就是每一个比赛都有他要的东西。因为对选手来说，可能教练就是希望给他一个比赛的经验。没错，好，1分钟的时间到。前面就有看到这个速度的确没有到那么快，对，整体的节奏算是放的比较慢，线也蛮长的，对，没错。好，接下来台北新湖国小的黄以涵。2次失误，赶快把零捡回来，继续。有点可惜哦，他刚刚那个失误其实是他自己分心，否则他的那个身体动作都没有问题。对，隔壁的零跑进来了。哇哇！就这个零刚好跑到他的脚下去了，还跟他同一款，对，真是。但现在跟他手上的这一颗是一样的，对。哎，绕脚绕一绕，想说奇怪，怎么多了一颗？好，1分钟时间到。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吼，一个就不预期的情况发生，就让他整个节奏跑掉了。
毕竟比赛当中的一些危机处理啊，包含之后参加花式赛也是一样，失误之后你的时间一样在跑，对，但你还是要赶快看你要把这个动作做完，还是再换到下一个动作，赶快接着做。这就考验自己选手在台上的反应。有时候这就是需要更多的比赛经验了。是。好，新北市汐止白云国小的林怡乐。好，稍微有点乱掉了。我感觉他就是很紧张。对，他现在有点手忙脚乱了，对，尤其失误之后。对。其实他的左侧的棍子指的太靠近自己的肚子了，因为靠近自己的肚子往内倾斜的时候，基本上就非常难救了。是，因为你没有其他空间可以去调整。对，而且往外很容易调回来，往内的话基本上难度比较高。是，脸上的表情也蛮紧张的。他感觉一开始有点乱了阵脚。因为第一个失误之后。对。分数来到56下。好，接下来场地6继续登场的是台北清江国小的吴佳莹。哇塞！他这个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的那个发展已经很好了，他长得很高嘛，对，棍子又缩短，铃又轻。哇，以国小3、4年级的选手来说，真的发育非常好。对，长得很高，所以他你看他速度也很快。对，现在到差不多3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可能有点累了，稍微节奏慢下来。我们衣服有点太长了，一直打到衣服。对，有的学校的校服都是这种风格的但因为它是发育比较好，长比较高，所以他的校服可能要稍微再买大一点，不然你到5、6年级可能就不能这个又不能穿了。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他后面一定还有参加很多其他的比赛。最后的分数是180下。180下也相当优秀的成绩了。对。好，接下来上场是零极限的陈宏佑。调整一下位置，已经跑到这个自己预备铃旁边了。
前面的失误之后就开始有点乱掉。对，因为他太早把自己的重心往前压了，在他绕脚的速度还没有起来之前，重心往前都不会帮助他加速。是，他应该先等零稳了，身体再往前压。失误次数比较多，那1分钟时间也已经快到了。好，时间到。1号164下，2号91下，3号156下，4号60下，5号最后的分数是65下。自己也觉得说，哎，怎么奈安内，奈安内的感觉。我旁边也看到这个家长或教练呢，也是哎，赶快让他先拍张照，留念一下。而且刚刚比完哦，拿到这个完赛证明拍照的那个脸哦，是最好的回忆。对，那就看是笑脸还是臭脸。对，还是歪歪的哈、哦。对。好，万华福星国小的林子俊。好，应该要重来了。好，稍微有选手是比较早启动一些。这个人听到这个3、2、1的倒数到1就开始了。对，要听到这个长的这种很像是雷声的声音哦。有一个汽笛的声音才是正式开始。2个都失误。哇，开始手忙脚乱了。对，他都是冲太快了，否则他的位置看起来零都是不会飞走的，都是自己超速了。还没有稳定，他就自己把速度给提得太快了。对。另一颗预备铃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其实会希望他们先观察一下自己的铃掉到哪里。预备铃是最后才去拿的，可是他一开始其实就使用了这个预备铃。对，这飞得很远。对，预备铃已经飞走的情况下，他这一颗铃不管飞到哪里了，他都必须要去捡。对。所以就会可能跑的距离就会比较长了。对，它中间就非常耗时。好，下一组的选手继续登场。南港东兴国小的刘仲恩。这一趟就比较稳扎稳打。对，你看得出来，他虽然想要加速，可是他身体的稳定度很高。他不像其他的选手可能会有一点前后放动啊，可是他不会，他身体稳定度很好。是，但速度就没有加到那么的快。对。好，1分钟的时间到。
阵欢呼，又有人拿到了200下的好成绩了。对，200俱乐部。很多小朋友就觉得说，哇，太强了吧！非常，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真的对，我们去绕都绕不到200。这是真的，你要有一定的时间在绕脚竞速这一个环节里面去做练习，而且你要玩，一定是每天投入，对。哦。他选择先加速，对，通常我们就不会加速，对，通常不用加速，因为绕脚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加速动作。那他可能还是属于初学的，他也可能中年级才开始玩扯铃这样子，所以他还必须要先加速才可以启动他的绕脚。这是松山健康国小的张瑞麟。好，1分钟的时间到。接触扯铃这项运动的时间还没有到太长。对。不过当然，你从中年级现在开始参与，都还不算太慢。完全不慢，只是因为现在国小的参与人数非常高，所以办了这个国小杯哦。那之前的国小的都是混在一起比的嘛，所以他现在感觉。把年龄分出来的时候，他就特别突出。但是很多人其实都是中年级才开始玩的。好，接下来是台中东兴国小的李佑颖。其实我们今天看到了不少的左撇子，刚刚的还有现在的右影都是左撇子的小朋友。你看他的铃已经快要变成蝴蝶铃了，蝴蝶铃就是像培铃的速度过高，他就可能会失去控制的铃丸抖晃，我们就叫它蝴蝶铃。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晃动。对，老师呢？这样在扯铃这项运动当中，左右撇子它有什么样的差异吗？左右撇子，如果是在个人里面就没有差异。对，那如果在双人的话，因为它有一些换铃啊、交互动作，那左右撇子它的扯铃转的方向就不一样，所以在编排要特别注意，或者是找到跟你一样的队友这样子。但是必须说，左撇子练习的路会比较辛苦，因为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右撇子。对，他要自己转换啊，难度就有一些。是，左撇子的人数的确还是没有到那么多啊。确实哦，但是现在的左撇子比我以前小时候学的还多，非常多。因为我们以前的左撇子是要被强制修正，对，修正到右撇子，对，这样子比赛老师才能比，对，就为了美观，所以我们大家都用一样的右手，就是有点这种倒练，就对了，硬练了，对。这边很快哦，这很快哦。建安国小的王延珍，而且你看哦，他手臂是很对的方向哦，就是绕脚的速度要快呢，他的手肘要夹紧在腰际之间。他开的越大呢，他的圈圈就越大，所以你看他是很右手的腋下已经完全夹紧。对啊，可是对，而且程度好的才有办法这样子夹，一般的小朋友夹不起来。哇，他会不会到我们200俱乐部？这样子在数字上面，待会可以来看一下，真的有机会来挑战一下200哦。期待一下。
虽然有一点减弱，可是你看他速度还是很有的哦。对。哇，真稳这个小朋友，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失误出现。真的哎，他是有备而来的。对。他没在开玩笑的。待会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也要准备了，接着上场来比赛。最后是189下。哦，189，189，稍微有一点可惜。建安国小的王延珍，所以这么快了，还是距离200差一点，差一点点，因为10下真的就是一点点的时间就到了，对。好，那也在这个时候，请观众朋友稍作休息，待会我们再继续的回到高年级的个人绕脚竞速赛。
好，欢迎您再继续的回到比赛现场，场上现在准备要登场的是不限高年级的个人绕脚竞速赛。好，进入到高年级的赛事。新北竹林国小的张恩凯。你看哦，恩凯他现在用的也是培林的扯铃哦，就是会快速加速的那种。但是这个培林在高年级的小朋友身上，他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是，对，因为他们力气已经够大了。力气够大，然后他的那个身体也比较大，手也比较长。刚刚低年级看到用培林来比赛的就差很多了。对，低年级的他身体太轻了，铃对他来说那个存在感、那个重量太大的时候，比例不对。最后张恩凯的分数是154下。刚刚在中年级就有看到有好几位200俱乐部，没错。200的话，等于是1分钟1秒之内至少要超过3下以上。对，3.35下。Yes， 1秒钟如果3下的话是180下。好，大安国小的钟佑廷。哇，他这个速度真的是不得了，可是你看他后面那一段线，让人觉得有点担心哦。对。好，直接换预备铃。像有时候看到他们这种速度啊，或者是中间的这种 KK 的感觉啊，都有可能是他的肌肉已经疲劳了，或者是扯铃的铃速过快，他没办法做。他已经不太好去控制铃了。好，1分钟的时间到。哇，稳稳的耶。还是蛮稳定的，拿到170下的成绩。如果中间没有失误的话，可能分数就可以来到180以上。哦，有可能哦。像他，我感觉出来，他也是会比其他比赛的那种选手，所以他虽然做得很快，但是他有一个甲类、乙类中间的那种身体的制约，他没有办法超速这样子。没有办法到真的完全像竞速一样。没错，没错。好，又是来自彰化的选手，花坛乡三春国小的洪培尧。整体的速度节奏就没有拉到那么快啊。而且他的扯铃跟他的衣服裤子有搭配耶。对，都是蓝色搭配黑色。对对对。
说不定他们学校都是用同一款，有可能哦，都有配色配好。对对对。好，失误，但时间刚刚好到了。不过来到高年级就看到有一些选手他的身材差异又更大，有些小男生到小5、小6已经长特别高，那些小男生还没开始长。对，在这里确实哦，他的这种身高也会影响到他的比赛表现。好，东兴国小的张哲瑞。也是双手的线几乎交叉，没错。线有点卡住了，而且他线如果他要做这种交叉 style 的话，他线就一定要再缩短，他左边才不会有那一段闲置的线。是，高年级的选手大概平均都可以来到大约有160左右。那想要在高年级去拿到更好的名次，就必须要往190、200去了。没错，很不容易哦。好，台北立行国小的苏伟成。稍微有点失误，重新调整一下。而且你看他的手肘，如果越高的时候，他其实那个动作就会很大，就会比较耗费时间。像刚刚看到这种手镯夹紧，他的动作就是拉到最小。对对对。好，失误的次数稍微有点多了。这边急了，太急了。好，1分钟的时间到。中间失误偏多，那自己在失误之后，回来的节奏也没抓到，因为时间越来越不够了。对，这真的是很考验的。我相信这种比完赛的小朋友哦，他的这种挫折容忍度一定都是提升的。
然后台北华江国小的黄俊豪，哇，这也是速度节奏拉得很快。对，他线虽然有点长，但是他速度很快。节奏稍微慢下来了，中间也稍微有点小失误。这个小朋友其实技术不错，他刚刚有一度零都要开始歪斜的时候，他其实有稍微拉2下，放慢把它拉正，后面可以再重新启动。1分钟的时间到，前面的节奏冲得很快。对。好，最后分数是138下。有些选手也会习惯用这种单膝，这种有点像蹲踞式，对对对，觉得比较起跑准备的感觉，比较近就比较有安全感。哇，太急了！没错，一下都还没做哦，现在。开始的时候真的会比较紧张一点。这是新北市新南国小的谢元荣。现在也是先稳稳的，对，宁愿先稳，对，再来慢慢加速了。他感觉得出来，他平常的速度应该是很快的，因为他很快就可以立刻加速。但是后来可能因为紧张哦，影响了他今天的表现。对，因为他在一开场的状况就出现很多。最后的分数没有很理想啊，只有83下。高年级的绕角竞速总共有103位的选手参加，比刚刚中年级的少了一些。差不多少了20个左右。淡水国小林哲宇。一样都是失误之后要做补救，稍微有点慌忙啊。对，而且其实他的零就在他旁边哦，他应该先不要拿预备零，拿自己本来使用的这一颗。好，现在再换一个，再换一组。对。
点可惜哦。对，一直到最后都还是偏手忙脚乱。对很多小朋友，他的危机处理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的出色。对对。好，下一组的选手准备登场。看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进场序上面可能有一些状况。应该是选手还在检录处这边。有的时候也有可能，这个选手除了参加这一场，他还有参加下一场的比赛，所以可能这个是下一场的检录，或者是因为号码的一个调整哦。因为国小杯通常是很多的组别一次同时比，对，所以常常会有这个情况。那对选手来说，他可能也有跨很多的组别去参加。对对对对。好，那现在6个场地的选手也都准备就位了。内湖新湖国小的巫祥瑞，哇，这速度真的不是开的。对呀。来看能不能够维持这个速度，而且不要出现失误。好，掉了，直接换一组。他的预备铃放得很成功哦，有的预备铃放没有特别设计过的时候，拿起来还要很多步骤，他一步就可以起铃了。对。好，1分钟的时间到。哇，非常厉害哦。中间是掉了2次。他的节奏速度是加得很快啊。最后拿到176下。他中间的这种掉铃哦，可能就让他减少了20-30下。以他的速度的话。好，接着是板桥国小的李耀宇。身材也很高大。对，通常会看到这种扯铃比赛，如果是有校队的在指导的话，通常会穿合身的那种水裤。才不会让这些可能比较宽松的裤子会干扰到铃的方向，这样子。所以他的宽的话就对他的裤子在宽松之间，中间啦，感觉像是学校的体育服哈。应该是学校的运动裤。
好，1分钟的时间到。就是拿到104下。大安国小的蔡梦修，好，这边有状况要暂停。蔡梦修穿的裤子就跟郑老师刚刚提到的，它是比较合身的一个水裤，等于他做一些体操动作或者是那个扯铃动作都可以结合不干扰的。是，节奏也蛮快的。而且他的铃是很轻的那种。其实有的时候，在这种绕脚竞速里面呢，我们都会建议选手不用买那么好的扯铃，因为好的扯铃它的那个比重很好，所以它的时间可以持续的很久。是，对。那可是因为像这如果是比较便宜的扯铃呢，它比重没有算的那么好，它很快就失速，所以绕脚刚好可以重新加速，刚好符合这个比赛这样子。是，好，1分钟的时间到。他做到哪边是正面，还有2个铃都都不知道飞去哪里了，开花了。他速度很快，所以这种一喷射就是射得很远哦。所以现在结束了，他根本找不到自己的铃飞去哪里了。对啊，有了，有人帮忙，有人先帮忙捡回来一个。对，希望他的铃没有干扰到其他比赛的人。然后我们也有看到，飞到这么远去，飞到第一场地。自己有点偷笑。好，竹林国小的周成瑞。周成瑞就是蛮稳的，对，他就是一下一下绕好，然后 OK 的时候他再选择加速，对。速度节奏没有那么快啊，但是你要看他出现失误的话，可能也比较少。对，这种比赛就是这样，他可以选择打这种稳扎稳打牌。那当别的选手都吐谁的时候，讲座就是他的。对。好，时间到，时间快要结束之前呢，还是有一些失误出现。周成瑞最后的分数是来到107下。
好，接着台北清江国小的陈信化。哇，一开始你就有点歪掉了。不过很快的去做了一些调整。而且他的2只棍子是完全在前面的、这个根本就不是一般的绕脚动作，它是专门为了竞速做这个姿势，因为通常左手不会放到这么前面。是，你看他身体也很稳哦，他这样高年级的发育确实是不一样哦。他等于双手棍子有一点变成这种平行的感觉。对，对，他等于直接把线弄成一个圈圈了。可以做到这么快的，如果他又可以不要一直要做这种圆形的调整的话，那他就可以上200俱乐部。如果他要做这种圆形脚步移动的调整，他可能就比较难进到200，还是有这个那个上面的差别。好，时间快要结束之前出现失误。看起来这样子，你看有气质这种书生型的，也没想到哇，绕脚那么厉害。对。来到179下，如果再有一些其他调整的话，可能就有机会上到200下。对，因为他刚那样其实就算180了，对不对？哈。好，下一位选手是中华民国合家欢协会吴明轩。也很快哦，非常，你看他的左手，他的稳定度有多高？他根本就没有，因为他过来的时候，每一次扯铃的回旋，他都会有一个振幅，可他左手完全吸收掉那个振幅，所以其实左手蛮硬的哦。虽然他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其实是一个很硬的动作。对，你会看到左手，他其实他的肌肉都已经线条都出来了。他这1分钟他就是硬住。对。好，1分钟的时间到，中间也没有出现失误。但它很明显有一个强度的一个落差，它前面的强度非常大，后来到了中间可能实在是没力了，就降了一档。对对对。现在结束有点喘。对，紧张自己的成绩。拿到176下。好，这是新北市中山实验小学的于品乐。现在速度没有加到特别快，但是蛮稳的。对，这感觉起来这就是他的一个动作模式，就是每一个人绕的跟他身体的他最舒服的一个状态那样子。好，换了预备铃上来。原本那一颗就滚得蛮远的。其实这个比赛如果测到1分钟是很适合的，才有鉴别度。如果只比30秒，
都不再比后面的尾数的话，大概大家都差不多成绩哦。是，嗯。最后拿到148下。选手大部分如果在30秒的时间内，他们可能可以完全的全力在冲，没错，就完全不用考虑后面降速的问题。对，嗯，这样子这个比赛可能没有办法选出特优跟优的，因为大家都一样的数字，对。那以竞速赛现在中高年级的特优等级是160下以上，可以拿到特优。那我们刚刚看到的特优是不少哦。对，我在想会不会这个比赛在办2届之后，它可能会有所调整。这个又调整了，因为200俱乐部出来了，那就辛苦后面的参赛选手。你们前面学长姐这么强干嘛？对呀。我们刚刚看到很多180、190，甚至到200以上了。对。好，检录这边是还在做确认。对，应该看起来是中间的一个。对，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号码的差距哦，就是如果有一个没来，那后面的小朋友隔了6号。他到底要不要先上？对，有这种调整。大部分的情况，我们是希望不要上的，这样以免整个错乱掉。有时候可能只有一个场地有缺人就没问题。对。好，这是台中东兴国小的蔡敏成。哇！这个更交叉了，真的。他的左手已经是快要绕到他的腰后面了。对。所以等于他在左右手的线之间几乎是没有任何缝隙了。对，他等于说他的扯铃就没有在空中飞了，直接在里面这样子。比较明显，速度有慢慢降下来。对，这个时候就在比谁是大高手，谁是小高手了。哇，有点急了。好，1分钟时间到。最后分数是139下，他在前面的那一段冲刺也拿到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对。台北文山区锦兴国小的陈占新，好，这边有状况要重来。希望不要受到影响。对，哇，连喷2个。而且他其实在第一次刚开始起的时候做得很好，但是因为大会的一个其他选手的状况，重新开始。
这第二次重新开始之后，速度就有点快不起来。好，最后得到分数是114下。114下，陈占新结束他的比赛。那在待会准备要继续登场，是从低年级组的个人抛龄跳绳的竞速赛。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再回到转播的现场。在刚刚进行完了高年级组的绕脚竞速赛之后，场上现在准备要来继续登场，是低年级的个人抛龄跳绳赛事。好，又回到了低年级小朋友的赛事。抛龄跳绳跟刚刚前面单纯的绕脚又不太一样了。对，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抛龄跳绳很特别哦，就是一般我们的跳绳，它的绳子可能是粗的麻绳或者是塑胶 PVC 嘛。那这种扯铃的绳子它是很细的，它会晃动的，所以它要有很比一般人好一点的身体协调，它才有办法跳得过那种软软的线。所以不是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跳绳的。对。而且你会发现哦，这一场。等一下，这个比完的那个口齿，那叫什么？嘴唇发白的应该一大堆。我们以前在尝试做这个动作，说哇，真的好辛苦，因为它等于它的有氧很高，它要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对，可能1分钟哦，就有点累到快脱水那种感觉。对，没错，就是冲这个时间。而且你除了跳绳之外，还要抛龄。对，就是你还要接得到。对，我要接起来。对，而且这个很好玩，就是如果你抛得很高，你就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跳。那但是这样就很慢啊，所以大家又想抛得很低，那又要跳得很急，那就看选手他要怎么样来搭配他自己的抛龄跟跳绳。是。低年级组的抛龄跳绳竞速总共是有15位的选手来参赛。所以参赛人数就跟前面这个绕脚的确有一段差距了。对，我们的低年级的绕脚刚刚有50位，50位，然后这是有15位，对，不到1/3啊。是。尤其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在这个抛龄跳绳的难度的确又会更高一点。没错，它确实是难度比较高的动作，所以这几个可以来参加这个的都是厉害的小朋友。
好，那现在裁判组这边集合啊，在抛铃跳绳的赛事开始之前，那选手有一些在这段时间当中，开始先做一些热身，那有些就是先选择休息。对。而且每一次重新换一个组别开始之前的这个裁判的一个叮咛很重要，因为有的赛事呢，它是超出了这个比赛的限制就不算，有的是超出限制还是可以继续算的。那怕有的时候这个活动它会有一些实习裁判，就是每一次拿证照的实习裁判，他要来判了几场才拿得到自己的裁判证的话，都会在这边做一个再次叮咛，以免比赛的争议哦。因为当然，以裁判员的判决会影响小朋友的整场的比赛啊。对。那当然，裁判也是要从最基本来开始做起了，所以选手有第一次参赛，裁判也会有第一次的参赛。没错，没错。因为不可能会有裁判说，他一出来就是完美无缺。绝对不是的，一定裁判也是要有这个实习裁判开始往上。对。来数这种竞速赛的裁判，一定会有一个乙级以上或是甲级的，再搭配一个实习的。因为一般的实习裁判大概没有办法跟上这么快的速度。是。好，低年级组的抛铃跳绳竞速赛准备要来开始。这是新庄思贤国小的吕彩珍，好，第一下没接到。真的看这个扯铃，它的线哦，的确就跟我们一般跳绳短很多哦。它其实抛铃的高度跟自己跳绳的这个节奏，它抓得蛮好的。只是他2次失败都是因为他的脚勾到线，对，没跳过去。对。好，现在慢慢的掌握到这个节奏。现在看协调性真的蛮不错的，从前面的一些失误之后，接下来就没有再有失误出现。对，而且他抛铃也不会抛得过高，确实有几下是稍微高了一点，但是都还在，他马上就拉回来了。对。最后拿到了40下。在低年级的抛铃跳绳当中，40下就是可以进到特优的范围啊。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跟选手说，他不用冲刺做到最快，他只要依照自己的节奏做下去，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特优。好，彰化八处国小谢可轩。他抛铃的这个缓冲拿捏得很好哦，一沉完就可以接着上去哦。有的人会用滑动的，有的人会用这种下沉的，他的这个下沉法就很适合他哦。没有接到。小心哦！哇，还有一个滚过来，对，隔壁的铃呢。
好像1分钟的时间快要到了哦。一直朝裁判逼近，越来越近了，都到这个裁判桌面前。还好裁判什么没看过。好，那谢可轩最后是拿到了36下的成绩。好，继续的回到比赛现场。现在场上要登场的是中年级的个人抛龄跳绳的赛事。好，刚刚中年级的绕脚竞速赛有127位的选手参加，那来到抛龄跳绳则是66位，差不多接近要砍半了。真的哎。所以在这个跳绳，它真的是门槛比绕脚的门槛还高哦。对。好，来到中年级，看到整个节奏开始慢慢的加快了。台北立行国小的惠亚伦，他跳绳很特别，他的脚都跳了一点点而已。所以其实他这个教练蛮好的，因为他的长度拿捏得很好，刚刚好就让线过去。对。所以他不用跳得很高。对，那如果他的线越短，太短了没缩对，那就对选手来说就很耗力了。好，1分钟的时间到。哇，他的线真的是很长的哦，比起一般在扯不会那么长，但是也是特别为了这个比赛调整哦。好，惠亚伦是拿到了51下，中高年级的特优就要来到至少60下。所以他刚好61下。
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绕脚的竞速啊，不要用培林。那这个跳绳呢，就要用培林哦。它只要有这种持续的刚好的一个转速，它就可以一直跳。好，下一组的选手也登场。一样是台北立行国小的谭森远。哇，他这个把自己压得有点紧绷哦，他的铃很低哦。而且你看，他不是跳一下哦，他习惯有一个垫步，等于他跳了2下，所以对他的身体来说是强度更大的。对，他抛铃的这个位置差不多就在他的头顶上面一点点而已。对。甚至有时候是不过他的头顶。通常在头顶是差不多的高度，如果你要赢的话，所以他低于头的那几下，对他来说强度就有点大。是。好，这边再换预备铃上来。稍微有点在失误上面要控制好。因为他这种没有铃速的，完全没有铃速抛起来，那个铃抖晃的时候，就考验选手的手感。晃动的情况会比较难接。对。53下。对，感觉对自己的表现没有到很满意。对对对，有点失常了。喘吁吁的那个小朋友，以他刚刚的那种状况来说，的确会蛮累的。没错，没错。好，下一组的选手继续上场。好，台湾纯号红善功德会的施阳宇。隔壁又有一颗铃慢慢滚进来。哦，有点踢到绳子了。而且看出来他是比较初阶的，刚入门没多久的选手，这样子他没有办法直接抛接，一定要重新加速。好，施翔宇这一次是得到了24分，做了24下。好，下一位选手是女生选手，小女生。淡水新人国小的吕金玉，他也是把这个抛铃的节奏拉得很快啊。对对，而且他的等于说他的手感，他的这个手感就是技术程度稍微高一点啦，因为他右手接的时候，他不用滑到左手，你看他右手就可以抛接都在右边完成，他不需要滑来滑去。重新做个调整。他这种跳法一定肚子要有很有力的小朋友才有办法撑掉，他肚子可能不够有力，所以他整个身体松散了，变成次数跟次数之间的速度有点慢哦。对，他几乎就是变成用单脚在做起跳。对对对。
其实扯铃真的是单脚起跳，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跳1、2、3、4、5、6、7、8、9、10。是。对，只是他现在就是比的就是单下的。好，1分钟的时间到。哇，算是很尽力，非常尽力的。好，拿到了54下的成绩，有距离特优又差一步，一点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设定的这个赛场，它的设定是在60下特优的话，算是一个很适合的数字哦。好，台北立农国小廖一凡。好，一凡刚刚也是在绕脚的地方，他也有出赛。节奏不错哦，好，赶快换一颗。其实他们只要把线弄长，就比较好跳绳，但是线弄长又比较不好接铃。对，所以他们真的中间就是看教练了，对。哇，现在连续失误了，对不对？哈。好，1分钟的时间到，失误数量到中间了，真的比较中间连环失误，对，好，廖一凡最后是得到了38号的成绩，得到了38下。那待会在上午个人赛结束之后，还会进行双人赛。好，台北复兴的陈奕迅，你看哦，他这个就是很厉害，他就是把铃抛在头以下，线又短，跳绳又快，他这个应该是 Triloy 的，对，他这个真是狂练的。那他的铃几乎就没超过肩膀，对。哇，这选手不得了哦！好，辛苦，他真的是很辛苦的。好，稍微累了，调整一下。对。你看他一样是用这种单脚的，然后下沉的这种跳绳，可他肚子稍微有一点比较有力，身体就不会散掉。好，加油！好，这1分钟就几乎完全燃烧了。没错。哦，希望他可以盯住如果他盯住，我真的很好奇他的数字几下。好，1分钟结束。失误了1次哈。超过70下。哇，很厉害哦，这位选手。75下的好成绩。哇，那就跟刚刚前面郑老师讲，结束之后可能也会有这种嘴唇发白。有看到了哈。体能的消耗真的有点太大了。对。
而且这种的消耗比一般的跳绳消耗还大，因为它动作是有变化的。好，南港国小的曹宇希。看得出来没有到很熟哦。对对对。所以就是把铃抛得高一点。宁愿慢慢的成功，也不要失误。对，曹宇希现在就是我顺利的完赛，就 OK 了，我尽量不要失误。也挑战自己哦，看看可不可以连续的成功。好，1分钟的时间到。1号6下，2号52下，4号65下，6号19下，选手请退场。43号、48号选手请上场。自己另外一颗铃也飞得有点远了。旁边家长一样，赶快帮他留下纪念。好，时间要重来了。因为选手遇到这种竞速赛，真的还是会比较紧张啊。对。有时间上面的压力。好，台北东兴国小的冯家亨，他就是你看，他就是等于肩膀以上的抛铃呢，基本上浮动性比较大。他就是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他可能会左弹右晃的。好，没有接到，又是一次失误。抛的比较高哦，看到刚刚铃下来的时候，这方向已经完全不对了。对。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晃动。对，其实没铃数，就是他想要再跳，还是他要选择加速？那加速又会浪费时间。对。对，就看他小选手自己怎么安排。所以就是郑老师刚刚有提到，在这个跳绳的赛事当中真的培林对选手来说，他的加速力上面会比较好控制，合适，你还是要有一定的速度在。对对对对。大安国小的吴永伦，他自己节奏有抓回来哦。好，这边掉了，赶快换一组。找不到，你看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很可惜哦。他那个铃其实只是在他旁边而已。刚刚掉这一颗反而离他更近了。对。2次都是跑去找更远的那一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哈。因为你失误下去，有时候脑袋就空白了。对。
最后分数是46下。好，接下来是士东国小的高义成。哇，蛮稳定的。对。他跳绳跳得刚刚好，就是不会让身体要整个松掉，或者是整个太绷紧哦。他这样节奏抓得蛮好。先把零重新的加速好。目前2次出现失误。哇，好惨好惨啊！所以其实扯铃也是一个蛮消耗能量的，看你比哪一项，看你练什么这样子。哦，但最后的分数还不错哦，超过了60下。哇，很不错哦，特优哦。我这结束之后应该要喘蛮久的。对。好，接下来是在中年级的抛铃跳绳竞速赛当中最后一组的选手要上场。那中年级的赛事结束之后，待会就要准备进入到高年级的赛事。好，立湖国小的黄静。哦，他表现的也很好，虽然有点歪斜哦，歪到很远的地方，但他跳的蛮好的。其实抛铃跳绳的专注度要更高，否则你一勾到或者是你一漏接，他整个节奏都跑掉了。一次失误就会差很多。对。好，1分钟的时间到。哦，最后分数拿得相当不错，过了70下、73下的好成绩，笑容就出来了。对对对。好，这是在中年级的最后一组的选手，在待会就会是高年级组的赛事。那在这一次的赛事，上午准备要来进行在个人组的最后一个组别高年级组，我也请观众朋友在这个时候稍作休息。好，高年级组的选手也已经就位了。高年级组参加抛铃跳绳的人数也还不少，总共是有55位的选手来参加，也差不多是前面这个绕脚的大约1半左右。对。
好，现在高年级组的抛龄跳绳赛事开始。第一位选手是东兴国小的徐杰恩，来自台中市的选手。在高年级组的这种跳绳啊，会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表现，因为他开始长高了。对，他长得越高，对于跳绳这个动作，老实说不是很吃香的哦。对，虽然刚刚绕脚吃香，现在跳绳又辛苦了高年级的哦。对，因为跳绳如果个子比较小的选手，他的绳子可能就不用到那么长了。对。但你如果个子高的选手，绳子太短的话，你跳起来真的会很难跳。那绳子长的话，你要接铃又不太好接。而且高年级身体比较重，对，他跳的时候对他的负担也比较大。好，1分钟的时间到。这个分数是拿到了49下。好，这一次的全国国小杯在台北市的雨农国小进行。如果观众朋友有经过士林这边，也可以过来看一下。只要一进到校门，就可以看到好多小朋友。没错。当然没有空的话，也可以在家里透过线上的转播，在 HOP Sport 还有 MOE Sport 都可以欣赏到，在动资 Sport 上面呢，都可以欣赏到这一次精彩的赛事。好，这是台北市东兴国小的林玉佳。台中市的东兴国小跟台北市东兴国小参赛人数都蛮多的。对，可能现在学校都有在推了，而且我今天来看的时候，我也有发现有一些新兴的小学开始亮相了。就过去可能比较没有看到他们有在做扯铃这一块。没错，因为过去扯铃这边是属于有教练才教得起来的。那现在因为师资越来越多了嘛，越来越多的选手毕业当教练，所以现在的人数又更加壮大了。是。当然，更多学校的参与对于扯铃这项运动的发展来说，绝对会逐渐的在慢慢的进步。是，自己有点不满意，或者是终于做完了，对。好喘。对。哎呀，59。哎呦，他一下他就特优了，难怪要爆头。真的。哇，差一下，很可惜啊。好，不过没关系啊，这是其中一个项目，那可能还有报名其他的项目。对对对。好，要重来。好，士东国小的张佑荣。好，线前面有点卡住啊。对，而且他就是因为他也有一点高嘛，所以他整个做起来，他耗费的时间也会比较娇小的小朋友来要耗时。对。大概已经比其他选手高了1颗头左右。对对对，但是还好他协调好。现在也把这个节奏稍微放慢了，把铃再抛得高了一点。1分钟的时间到，54下。距离特优还是稍微有一小段。
下一组的选手也来到场上准备就位了。好，那这一个场次里面呢，看到在场地6，这个选手是没有出赛，刚好缺赛啊。那缺赛的话就没有再补后面的选手进去。对。这样比较不会搞混哦。对，因为每一个如果他一搞混的话，后面连带的30几个人，这时候可能就都会搞混了。因为我们就是如果人数都正常的话，我们就是以6的倍数可以去看。那只要一个混到之后，后面的数字就很乱了。对对。那这也是因为参赛人数多。人数多，对。那就是其他的5块场地现在场上来进行比赛。我觉得这些竞速赛都是个人的赛事，所以不会有到太大的影响。对，没错。而且突然间的变动哦，对于小选手也不好，尤其他们是国小的话，我们跟他说几个之后轮到他，我们就会维持。对，对你突然要叫他提早上去，他就会觉得不行。对他心里可能还需要一点准备时间。可能只差1轮了，那差1轮对他来说可能就差很多了。对。好，那接下来是高年级组的25到30号准备上场。场地6这边是新北树林玉林国小的赖慧云。身体压得很低，对他等于就是他跳得很快，但是他零抛的比较高，所以他需要等一下这个扯铃回调的时间。对于快节奏上面，他还没有办法有那么好的把握。如果要把铃给抛低的话，对，他大概在练个，可能明年如果他再回来，他应该就会到这种肩膀高度的了。这边滚得比较远。2个失误的铃都滚得还蛮远的，耗费掉了一些时间。最后分数得到了44下。好，那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建安国小的徐晴晴。你看他跳的这个节奏跟他抛的节奏就完全对上了。对，而且我觉得他跳绳很轻易的非常优美，对他身体不会弯腰驼背哦。可能他们教练也不要他们抢快，然后身体就趴下去了。好，这边重来。哇，他应该都还是有特优哦。好，1分钟的时间结束，节奏蛮不错的，看看可以得到怎样的分数，也超过70了。
78下。这78比特优的水平还要再高上不少、啊。对对对，尤其他这一轮哦，这一轮的小朋友都是7字头、8字头的哦。同场好像这一轮水准都很高啊。没错没错。接下来新湖国小的林品瑞。好，有偷跑，所以要重来。林品瑞刚好他的铃都还没拉起来，对，所以对他来说，哦，刚好，没有浪费跳2下的力气。其实有的小朋友会把自己的预备铃放得很近，但是其实预备铃放得近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能会干扰他跳绳，可能会勾到，可能会怎么样，还是希望他放在这个操作区的外面。也不用说放到太远了，但是就是尽量可能到这个操作区外。对，马上1步就可以拿到的距离。因为刚刚看他跳绳，其实已经跳到这个预备铃旁边了，差一点就要踩到了。对对对。小朋友有想说，我预备铃一定要放得很近，我才可以赶快换。对对对，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在旁观者看起来都会为他捏一把冷汗哦。就反而他的失误就是因为预备铃害的。有可能，有可能。80下，82下。哇，分数也越冲越高的感觉了。好，接着是48号淡水育英国小的简仲成。哇，抛了一个恨天高。对，这个其实那个才是基本的正常的高度是因为这个比赛太竞技了，所以大家可以抛的那么低。它这个其实是一般的一个样貌。是，就等于一般我们在扯铃所进行的这种抛铃，就是差不多抛到这种高度。对，尤其他身体都要变化的时候。只是你在这个抛铃跳绳当中，如果抛这个高度，就跟其他人差太多了。对，可能就难以获得佳绩。但是大家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对，相信所有刚刚这种肩膀以下的，都是从这里一直蜕变过去的。但几下在接铃的过程稍微有一些状况。对，也是一样哦，入门的，看起来他就是刚入门的小选手哦。抛的位置有时候也会离自己身体稍微远了一点。没错。如果你是一般在进行扯铃，我们站立的过程，你可能抛远一点还好补救。但你要跳绳，跳完之后你还要再去移动，位阶，那就很不容易了。没看得出来，这一次参赛可能对小朋友来说，他可以当成是一次的练习的机会，对，练习比赛的机会。除了练习比赛哦，他们每参加一次比赛完的时候，他看到哇，还有那么多的跟他同类人哦，那回去那感觉更是不一样。好，要重来。好，轮到是万华福星国小的黄玉文。
好，那高年级的个人赛也准备要进入到尾声了，再待会就会进到双人的赛事。是，双人赛跟个人赛看起来又差很多了，两个人配合的状况都会影响到比赛。对，还有两个人抛龄的高度、时间差，是不是都有事先练习好？好，节奏稍微慢下来了。对，感觉他已经快要没气了。对，累了。其实会报抛龄跳绳的小朋友，他们的勇气是最大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所有竞速里面极限最大的，就是抛龄跳绳。好，1分钟的时间到。哇！看起来的确是很累啊。我们小朋友来比这个绕脚跟抛龄跳绳，他们就没有时间去玩 iPad 了。对，他们就只能狂练。好，不过也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了，超过60下，有得到一个特优。是。好，那在这一场的赛事结束之后，待会就要准备进入到的是双人赛。双人赛的单双龄互抛，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好，欢迎观众朋友继续的回到比赛现场。现在是中年级组的双人双龄互抛的赛事。好，考验默契了。对，重新调整一下。而且这种双人换铃，在这种扯铃界里面，它经典的分配就是左高右低。所以大部分它都是你跟谁你都可以换，只要符合这个左高右低的这个规则的话，所以你看到他们很特别哦，他们是用起铃的内下摆动来做这个就是一致性的开始，他们这个虽然站的距离比较远哦，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是属于这种有点像平射的这种高度，所以其实它速度不会比站得近的还要慢哦。好，刚刚空中撞了一下，对，有2次的这个碰撞。对。好，最后的分数是来到40下。那如果要到特优的话，是必须要到50下以上的。哦，有点可惜哦。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应该是70下以上。70下以上特优。那他如果在40，刚刚这个小朋友在40的下，话就是一个甲等。好，那也请观众朋友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好，刚刚在进行完了中年级的双龄互抛赛事之后，现在要进入到高年级组的赛事，总共有14组的选手在这一次来参赛。这2位选手身材都蛮高的，位置对他们来说有点小。好，这一组是6号，来自彰化陕西国小的陈辉涵跟陈佑瑞。
刚刚前面都看到高年级了，来到场上，那顶多就是1个人了，所以看起来不会好像这么挤了。对，现在2个人就觉得真的有点挤了。对对对，那有的时候场地它是有规定的尺寸的，所以如果他长得越高大，他在里面他的等于说他技术的层次要越高，是，他才不会干扰到他的队友这样。好，现在是不是在选手的轮序上面还在做确认？是。目前看起来，他们的这个队友选择方式都是找这种身材相当的，因为会有人他们学校找的是身高尺寸都差不多的，有的会喜欢找高矮差距有的，是这样一个抛高一个抛低，等于说他们空中相撞的几率就会大幅下降。对，好，高年级组的双零互抛准备要正式开始。位置上面开始有点越来越偏了，对，他也没有办法慢慢调整过来。但是他们2个在双人互抛里面，他们接的棍子的落点都是非常好的哦。对，虽然有点往前，但是他们的零其实是速度会越来越快的，所以只要刚刚不漏接，基本上是不需要加速的。是。看得出来，我们这一组还有后面那个场地的这2组哦，他们的熟练度都很高哦。后面的那一组就有点是踩这种对角的感觉。对，其实前面这组，因为左边的这个黄色衣服小男生，他每次抛的距离都差不多短1-2公分，所以就会开始歪斜，稍微再出一点点的力道哦。1号57下，2号80下，3号66下，5号13下，6号53下，好，最后是得到了53下的成绩。好，接下来12号的选手。新北市淡水育英国小的陈品言跟简仲成，男女的搭配，但身材条件也差不多。对，好，这边应该是有在钟响前呢，就先开始，也要再重来。一定要听到这个汽笛声之后，才可以对铃开始有动作。前面加速是多花了一点时间。对。哦，这边节奏开始有点不一样了。简仲成他是铃会抛的稍微高一点。对，其实这是最一开始的保险的一个做法。所以他们大概也还是在就是刚入门到熟练之间哦。一定，而且他一定是要这种
稳定了之后，教练才敢把他的那个扯铃高度下降。对，如果突然一下降的时候，怕他们的这个接铃的这个手眼的协调跟不上的话，就反而造成更多的失误。所以来回的次数其实并不多，而且在前面加速上面也耗掉蛮多时间。对对对，他们是需要加速才能抛的，这个还在这种程度的一个选手。好，那陈品言跟简仲成是拿到了16下的成绩。好，那这一组结束之后，在上午第6场地的转播要暂时的稍作休息。待会在下午的部分预计会从12点半来继续为各位带来今天下午的赛程，也请您持续的锁定了。那就请观众朋友稍作休息，我们下午的比赛再会，拜拜。